罗伊德不但是个小男娘，而且还是个病娇。他挑战迷宫，却碰上了低配古王。不过男主的魔法已经登峰造极，随手一个法术就能秒杀，实在是有点无聊。因此他开始尝试学习呼吸术和气功，把气功和魔法结合，创造出一种新型能量。这种能量的远程攻击既不需要魔法吟唱，还伤害极高，能轻松切开敌人的魔法。面对这种能力，迷宫的大 boss 都目瞪口呆。罗伊德一边狂笑，一边疯狂施法。事情还得从打开宝箱开始说起。原本罗伊德看见低配古王正兴奋不已，桃子却说这就是个小兵，并让罗伊德先去别处看看风景。还没等男主回过神儿，桃子突然用力的推他，罗伊德像炮弹一样被射出去。原来这个迷宫的 boss 实在太强，连 A 级冒险者桃子都未必能胜。按照常理，如此强大的 boss 不应该出现在低级迷宫中，桃子只能尽力帮罗伊德争取逃脱的时间。半空中的罗伊德不明所以，不理解桃子为何如此行动，他还想获取更多情报，不想空手而归，于是向古力莫征求意见，不料得到的却是求救声。他再不回去，古力莫都要被希尔法锤烂了。与此同时，桃子已经显露疲态，正寻找逃跑的最佳时机。突然，古王开始嘲讽，说过去也曾吃过掌握技术的人，那不过是魔法的廉价替代品。在所有被吃的冒险者中，桃子根本不值一提，反倒是罗伊德更引起他的兴趣。桃子闻言震怒，全力发起猛攻。他哪管什么结界，从5岁开始，他每天都在努力训练，这些努力不会辜负他的。桃子的猛攻终于打破了结界，但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。更糟糕的是，古王依然毫发无损，而精疲力尽的他仿佛待宰的羔羊。古王的终极技能即将落下，罗伊德及时飞到场上，用屏障挡下了这致命一击，并表示自己有点赶时间，必须赶紧处理掉古王。面对罗伊德越来越诡异的笑容，BOSS 心知不妙，急忙吟唱魔法，但远不及罗伊德迅速。罗伊德刚一施展风系魔法，轻盈的飞檐走壁，他故意增加难度，不想让秒杀破坏游戏体验，尝试着运用还未完全掌握的呼吸法。低配古王看罗伊德神色自若，心里开始打鼓，因为罗伊德那施法前摇短得吓人，自己全力一击也奈何不了对方的屏障。这时罗伊德正忙着把魔力和气搅在一起，眼看氧气不足，干脆利落地解开了屏障，好吸收一口新鲜空气。古王以为是自己打破了结界，顿时得意洋洋，狂风暴雨般攻势全开。谁知罗伊德眼睛都没睁开，依旧轻飘飘地躲开了所有招数，偏偏新技能还不太熟练，不小心脸上挂彩，这才恍然大悟如何将两种力量完美结合。随着魔音声发作，罗伊德随手一挥，无形刀刃将古王的魔法斩成2半。桃子和古王都傻眼了，但罗伊德显然还不太满意，决定把刀刃做得更细，飞得更远。他开始变本加厉地发狂，手法越来越快，因为这是魔力与气结合的新式打法，不用吟唱就能直接放大招。古王渐渐被压制，桃子看得心花怒放。这时罗伊德已经熟练掌握了新技能风遁气圆斩，看那架势简直是2项薄板螺旋丸。古王慌忙开启防御，但那对罗伊德来说根本是小菜一碟，一刀下去，古王直接裂开，自己竟然成了竖版 2.5 条物。 BOSS 一倒，最兴奋的开箱环节到来，结果里头只有一把破旧的匕首。桃子叹气，觉得这匕首上也难有什么强魔法。这时宝箱突然沉入地下，桃子解释道，宝箱其实是迷宫的核心，平时藏在地下，通过吸收掉落的魔法道具不断成长，一旦被攻略就会趁机带着宝物逃之夭夭，留下一个大坑。罗伊德这才想起古力莫的事情，匆匆和桃子分别。桃子已经被罗伊德迷得神魂颠倒，誓言要变得更强，让罗伊德喜欢上他。罗伊德一回到房间，就看见古力莫一脸苦大仇深的躺在地上，抱怨自己在希尔法的训练里只能被动挨打，还被训斥变弱了。罗伊德赶紧安慰，拍拍古力莫的脑袋，似乎 get 到了小男娘的魅力，有点可爱，撅一下。接着罗伊德把那柄破旧的匕首泡进热水里，把外头那层神奇的魔髓液给刮干净。这魔髓液可是价值连城，能把武器变得强大无比。现在的任务是分析这液体的秘密配方，将来好批量生产。主要材料不外乎是金属银、家用石油和赤魔粉。赤魔粉虽然是得靠魔物晶核制作，好在刚才的宝箱出逃前，罗伊德已经机智的拆了盖子，这个就能做原材料之一，所以只需要找到银和油，再多几把刀剑就行了。不一会儿，罗伊德向老爹要了一大袋银币，打算通过和希尔法的较量赚取食用油。可惜即便耍了花招，结果还是惨败，因为他
一跳起来，谢尔法就躲到掩体下，毕竟对方是自己的贴心老师。谢尔法反击，小南娘罗伊德最终只好认输。但无论输赢，谢尔法总会把油交到他手里，因为相比昨天，罗伊德已经大有进步，这让谢尔法放下心来。而旁边的古丽莫眼看罗伊德没能替自己出头，开始怀疑这位女仆不对劲儿。罗伊德安慰道：“等自己练成了就给他看。”谢尔法听到，以为罗伊德要拿油去炒菜，还期待能尝尝他的手艺。结果罗伊德和古丽莫开始秘密制作魔髓药，武器成了最后的难题。于是他找到了阿尔伯特要武器，阿尔伯特身边不乏禁卫兵，作为超级地控的他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并友好的询问谁愿意捐出武器来强化。见状，士兵们吓得纷纷上交武器。由于附魔成功率低下，一旦失败，武器也得报废，可以说他们的心都在滴血。罗伊德顺利拿到了120把长剑作为练习，他使用了威胁技术，只要写得够细，武器就能拥有更多附魔效果。然而因为剑身硬度不够，承受不了复杂的术式，便碎了。不气馁的罗伊德通过不断练，终于制造出了50把成品。阿尔伯特闻言不敢相信，毕竟就连顶尖附魔师成功率也不到1成。其他人也以为罗伊德只是在吹牛，本来还想随便应付几句，结果一碰却把剑鞘割成2半。这一下他们不得不信服罗伊德的天赋了，尤其是当哥哥见到罗伊德那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，听闻这小子想亲眼见见自己战斗，心中一软，马上答应带弟弟去完成国王安排的任务，狩猎森林魔物。罗伊德一听，乐得差点跳起来。你知道惹怒一个病娇有多恐怖吗？更别提这病娇还是个双刀流白毛。看看罗伊德打架疯疯癫癫的模样，好家伙，搞半天是一脉相承啊！那个躲在魔兽肚子里的魔人，原本以为自己安全的很，结果不幸说错话，激怒了病娇谢尔法钟爱的小鲜肉。谢尔法一怒之下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直接把他切成了寿司拼盘。真的是挑战病娇，不是自找苦吃是什么啊？谢尔法还在那里继续，我的表演还没结束呢。事情得从前一天说起，罗伊德和哥哥约定好去完成国王老爸的特别任务，一行人踏入森林深处，开始了他们的魔兽狩猎之旅。没走多远，草丛中突然蹦出了一群不长眼的狗头人，想打劫。罗伊德装作一副胆小如鼠的模样，实际上早已通过超强魔力感知锁定了周围10公里的一切动静，这全得感谢他从桃子那学来的超能呼吸法。当兵们用附魔剑刃砍向狗头人时，这些家伙才意识到这把剑锋利的连削铁如泥都不够看，有了史诗级装备加持，哪怕剑法再菜，碰到小怪也能轻松斩杀。眼看狗头人准备偷袭，罗伊德正要出手，没想到桃子突然现身，成了意外的英雄救美。见到桃子，罗伊德心里咯噔一下，如果被他认出来，那自己偷溜出宫的秘密非曝光不可。桃子其实是被帅哥吸引，假装路见不平，而他一眼就觉得罗伊德眼熟，眼看身份即将曝光，好在谢尔法及时出现，醋劲儿大发，警告桃子别乱来。桃子对谢尔法的态度也是大不爽，两人差点没在当场开撕。直到夜幕降临，众人才在湖边安营扎寨。桃子这才知道他们的真正身份是王室成员，但就算如此，他对那股淡淡的罗伯特味道仍旧耿耿于怀，一门心思只想揪出对方。于是他顺着味道的指引，一头闯进了罗伊德的帐篷，没想到竟撞见罗伊德正被逼着开大车，好事被打断，谢尔法气得不轻，一刀飞出，直奔桃子而去。两人正僵持不下，罗伊德这才侥幸逃过一劫。事情闹大了，他那不怕天大事的哥哥还夸他是块潜力股呢。但谁又能想到，罗伊德对女人根本提不起兴趣，他就是个小男娘啊。此时桃子澄清说，他之所以留下，是因为接了个修缮祠堂的委托。而当他望向那座山丘上的祠堂时，古丽莫突然感到一阵熟悉。话音未落，一只狼形魔兽出没，士兵们见状立刻拔剑准备迎战。然而这魔兽不仅体型巨大，速度也快得惊人，普通士兵根本难以招架。桃子见状冲上前给魔兽来了个刮痧套餐，但魔兽的物防高得吓人，这战斗方式顶多只能算是挠痒痒。无奈之下，众人只好请求二王子施展魔法。他抬手一挥，便是火焰大作，魔兽顿时痛叫连连。多亏了二王子剑上的魔法 buff 加持，
这才让他的火球威力大增。当众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，古力莫突然意识到那座古庙内封印的竟是魔人。本以为已经挂掉的魔兽突然复生，并且周围又出现了更多更猛的魔兽。更震撼的是，那头嗜血的魔兽体内竟藏着一只魔人。他嚣张地要求众人用性命来付出代价。桃子一看那张丑脸，差点没被吓傻。虽然罗伊德的附魔武器锋利无比，能轻易展开魔兽的头骨，但魔兽的再生能力同样逆天，瞬间便恢复如初。正当众人头疼如何应付这些魔兽时，罗伊德却在一旁兴奋地询问古力莫关于敌人的详细信息。虽然古力莫和魔兽不熟，但他知道魔力的性质变化是控制魔兽的关键。首先将魔力转化成魔兽喜欢的气味和颜色，然后通过魔力连接进行操控。如果不先将那个魔人解决掉，战斗只会越来越难缠。下一刻，罗伊德竟把打倒魔人的事情抛到脑后，反倒兴致勃勃地要求古力莫传授他魔力的性质变化，觉得掌握了这门技术再去帮忙也不迟。与此同时，魔人开始耍嘴皮子，挑衅他们说：“你们这帮家伙全靠装备撑门面。”然后他的视线落在罗伊德身上，嗤笑一声：“哼，吓得尿裤子了吧？”随后又对谢尔法嘲讽：“居然给这种窝囊废当护卫，眼光不好。”这句杀气四溢，桃子吓得瑟瑟发抖。谢尔法得到罗伊德的默许后，毅然决然地迈步前去，开口就是得把这个臭嘴先整治一下，省得影响空气。魔人则得意洋洋道：“只要他还能掌控魔力，这些魔兽就能无限复活，而他本身就是魔力融合体，根本消耗不完。”谢尔法一点也不上心，他捂着鼻子，一脸嫌弃：“你的口臭真能杀人！”见状，魔人怒不可遏，闪电般的扑向他。面对着迅猛的袭击，谢尔法丝毫不慌。等到魔人看清楚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落空，四肢被削掉。谢尔法向来是能动手，绝不逼逼。看着魔人惨状，他冷冷一笑。魔人这才意识到碰上硬茬了，无奈之下只能切断对其他魔兽的控制，先恢复自己的伤势，这让那些魔兽的反应和再生速度大大减慢。与此同时，古力莫也变成了私人导师，给兴致勃勃的罗伊德介绍魔力的性质变化，先来点颜色，再捏个形状，顺便加点香味。罗伊德学得飞快，一会儿功夫就变出了一朵香气四溢的花来。下一刻，谢尔法像是参加了砍价大赛，对着魔人展开了疯狂的乱劈。可惜他的剑未经过任何神奇加持，看得他都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借用了士兵的力气，这下能愉快地玩耍双刀流了。就在这时，不知天高地厚的魔人仍在继续他的嘴炮技，一边转悠一边嚷嚷着要先解决罗伊德，意图打乱谢尔法的心态。殊不知他这样做其实等于是在给谢尔法免费加 buff。 紧接着魔人一口向他扑来，自以为这下子能一口吞掉谢尔法，谁知却被一剑从腭底刺穿，真是口出狂言必遭雷劈。这下好了，直接被谢尔法砍成了狼肉刺身。魔人还没缓过劲儿来，谢尔法又是一剑下去，将魔兽细切成了肉臊子。失去坐骑的魔人气得七窍生烟，而谢尔法利用断头的反弹力加速飞扑，一剑封喉。姐姐注意裙子，快走光了！谢尔法落地的瞬间，成功的把魔人从魔兽身上砍了出来。围观的伙伴们见识到了谢尔法的真正实力，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。但可惜的是，魔人这种生物基本上是打不死的，加上罗伊德还在一旁观战，只要不出意外，局势多半是会被逆转的。毕竟真正的男主罗伊德还没出场嘛。